五代机敞篷飞，这怕是伏特加喝多了吧？还真不是啊，这架苏57只不过呢正在进行所谓的驾驶舱宜居性试验而已，基本上就是在测试如果座舱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真的失效了，飞行员是否能够继续控制飞机，以及测试紧急逃生功能等等。不过这的确是一次相当罕见的测试啊，并且可能是战斗机飞行员为数不多的几次故意不带座舱盖飞行的测试之一了。要我说啊，俄罗斯的飞行员就是玩的野啊，而这次呢，他们玩到我们家里面来了。珠海航展上面的苏57多么难得啊！你不得去看看吗？看之前你不得好好的了解一番吗？那必须得跟我来了解了。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这个视频就让你一口气全面了解苏57，它是如何研发的，它的性能特点怎么样？同样是五代机，它跟 F-22和 F-35比起来优劣何在？视频较长，建议先点赞收藏，慢慢观看。苏57的研发历史萌芽于1980年代，随着冷战高峰期的到来呢，美国启动了先进战斗机及 ATF 计划，旨在研发后来得名 F-22猛禽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于是啊，苏联也马上就跟进起来了啊，启动了自己的五代机研究。苏联空军希望拥有一款具备隐形、高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能力的新型战机，以对抗美国的空中优势。这一计划被称之为多功能前线战斗机 MFI。苏联最初在米格设计局和苏霍伊设计局之间展开了竞争，米格推出了1.44项目，而苏霍伊则展示了前掠翼设计的 S-32，后来改名为苏47。尽管苏47的前掠翼设计展示了其强大的机动性，但这一设计并未在战斗中广泛应用啊。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 ，MFI 项目也随之就终结了。米格1.44未能够进入到量产，苏47也未被定型为量产机型。尽管苏联解体导致大量军事项目搁浅，但俄罗斯军方对第5代战斗机的需求依然迫切。2011年，俄罗斯国防部重启了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发计划，称为未来前线航空系统 PAKFA。这次竞争当中，米格和苏霍伊再次角逐，米格的方案更经济适用，而苏霍伊的方案则更为先进。最终啊，苏霍伊凭借在苏27系列上面的成功经验，赢得了这一机会。2004年，苏霍伊完成了 T50的概念设计。T50与美国 F-22很类似，采用双发动机隐形外形设计，同时还保留了苏联、俄罗斯战机的高机动特性。2007年 ，PAKFA 项目获得正式资金的支持，设计进一步的完善。T50的首架原型机在2009年制造完成，并于1年之后完成了首飞，它就是后来的苏57。然而，这款战斗机在首飞之后却面临许多技术和资金的难题，比如发动机的推力和稳定性问题，新型雷达和航电系统的适配性都成为亟待解决的瓶颈。尽管如此啊 ，T50的亮相在俄罗斯国内外呢都引起了轰动。这款战斗机以其独特的外形设计和高机动性，展示了与美国 F-22和 F-35不同的设计思路。T50的外形虽然不如 F-22那般极致的隐形啊，但其机动性和灵活性为其在空战中增添了优势。俄罗斯方面期望 T50能够成为一款既能够空中格斗，又能够执行对地打击任务的多功能战机。但紧随其后的却是研发费用的严重缩减，因为西方的经济制裁开始了，尤其是部分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进口被限制，使得原计划的量产时间不得不推迟啊。此外，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紧张也使得俄罗斯国内优先考虑经济和能源领域的支出，进一步就缩减了 T50的生产资金。与此同时啊，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印度也对 T50的研发进度表示不满。2007年，印度曾与俄罗斯签署合作协议，希望通过资金支持来获得 T50的双座版本，但由于项目进展缓慢，技术标准未能够达到预期，印度在2018年就正式退出了合作，进一步加剧了 T50的资金困境。尽管遭遇到了种种的困境啊，苏霍伊设计局依然在技术上不断的突破。2017年 T50正式被命名为苏57，并获得俄罗斯空军的初步量产订单。这一年，俄罗斯国防部下达了首批76架苏57的订单，计划在2028年前完成交付。于是苏57就成为继苏27系列之后俄罗斯空军的重要空中力量。2020年苏57正式服役，俄罗斯空军接受了首架生产型号。然而，苏57的量产进度依然缓慢，至今仅有少量服役，其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啊！既面临资金和生产的问题，也存在技术升级的需求啊！虽然俄罗斯继续致力于改进其航电系统、隐形材料和发动机，但西方制裁和国内经济压力可能限制了其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此外，美中5代战机的竞争也让苏57的技术优势面临挑战。那好，苏57究竟有哪些技术特点呢？下面我们就展开来详述啊！我们先来看隐形设计。
从整体外观来看，苏57的外形设计基于低雷达反射和卓越气动性能的双重需求，其机身整体呈现锐角与流线型相结合，类似 F-22的外形，减少了敌方雷达波的反射面积，尤其是其前部机身的设计，通过削弱了雷达波的散射呢，进一步优化了飞机的隐形能力。苏57的前翼和后翼都有较小的外倾角，以降低飞机正面雷达反射的强度，并在减少飞行阻力的同时提升其飞行效率。苏57的进气道设计是其隐形性能的另外一个关键所在了啊。与传统战机不同啊，苏57采用了前置进气道的设计，这不仅能够有效减少雷达波的反射，还大幅提升了发动机进气效率。而进气道的外形同样考虑到了隐形的需求，其特有的扁平化设计避免了高反射区域的形成。飞机的复合材料技术，尤其是雷达吸波涂层 RAM， 大大降低了飞机被雷达探测到的几率啊。这些先进材料的使用虽然没有像 F-22那样达到不可见的程度，但在对抗现代雷达时依然是具有强大的优势的。苏57的尾部没有传统的单垂尾设计，而是采用了双垂尾的结构。这种设计既能够减少雷达反射，又能够为飞机提供极好的操纵性。在高机动状态之下呢，双垂尾设计可以有效减少尾部的反射信号，使飞机更难以被敌方雷达给捕捉到。同时，双垂尾的设计比传统垂尾更加的灵活，就使得苏57在空中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操纵性。接着咱们再来看苏57的机动性啊，与许多传统的4代战机不同，苏57不仅在机动性上做出了全面的突破，而且在超机动性方面远远超出了许多战斗机的能力。苏57配备了 AL-4F1 矢量推力发动机，赋予它强大的机动性能。通过调整发动机喷口的方向，苏57能够在飞行中进行前所未有的高难度机动啊，例如苏57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进行急剧转向或者是高角度爬升，在近距离空战中有效摆脱敌机的锁定或反击。推力矢量控制 TVC 系统使得苏57能够在任何飞行状态下保持极高的灵活性，特别是在与敌方战机的近距离对抗中，能够迅速改变飞行姿态，迅速从被动转为主动啊。这样它在面对敌方先进战斗机，尤其是进行空战格斗时具有极大的优势。通过结合矢量推力发动机与飞控系统的智能化调节啊，苏57不仅能够执行常规机动，如快速俯冲和爬升，还能够进行超越常规飞行机动的超机动动作。这些机动包括反向飞行啊、极限机动等等，均展示了苏57在复杂战场环境当中的生存能力。F-22和 F-35尽管具有优异的机动性，但苏57在超机动性上的突破，使得其在空战中可更快速地实现空中优势。除了矢量推力系统以外呢，苏57还配备了高度智能化的自适应飞控系统。该系统能够根据飞机的速度、气流状态和飞行姿态，自动调整舵面的角度，从而确保飞机在执行复杂机动时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操控性。这个系统啊，大大增强了飞行员的操作灵活性，使得苏57能够迅速适应各种飞行环境，特别是在高速机动和高温高压的飞行条件之下，系统能够优化飞机的机动表现，避免发生失速等危险。另外啊，苏57还具备超音速巡航的能力，意味着它能够在不依赖加力燃烧时的情况下，以超过音速的速度长时间飞行。这些优势让苏57能够在敌方防空系统的射程之外快速穿越战区，完成任务中呢再迅速的脱离，极大的提高了其作战半径和任务灵活性。而 F-22的超音速巡航能力虽然不弱，但苏57的发动机技术使其在持续高速飞行和燃油效率方面略有优势，进一步就提升了作战的效率。咱们在这儿就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啊，苏57的设计并非仅仅依靠隐形或者是机动性当中的其中的某一项，而是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强大的综合作战能力。在隐形设计上呢，苏57通过锐角的外形、进气道的设计、雷达吸波材料等多方面的努力，提升了自身的隐身性。而在机动性方面，苏57通过矢量推力发动机和智能化的飞控系统，实现了比许多战斗机更加极限的机动，尤其是在空中格斗当中，极限机动和超机动性使其具有难以匹敌的优势。不过俗话说得好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咱单独看苏57好像天下无敌了，那横向看看呢，又会如何啊？我们有请 F-22和 F-35啊，看看这3位选手在隐身性能、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能力、多任务能力，还有成本与生产效率方面都有哪些优劣啊？苏57、F-22和 F-35都在设计上尽力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及 RCS， 但采用的技术路径有所不同啊。F-22和 F-35的隐形性能被认为是目前战斗机当中最顶尖的水平，尤其是 F-22，其 RCS 极小，据称仅为 0.0001平方米，几乎难以被现代雷达探测到。相比之下，苏57的 RCS 在正面设计上进行了优化，但总体上并不及美国的隐形战斗机，达到0.1到1平方米。苏57的隐形设计更关注前方和机身的侧面，对
于后方的隐形效果呢就略显不足了。F22和 F35采用了大量的锡箔材料涂层技术来进一步降低其 RCS， 但这也带来了高昂的维护成本。苏57虽然在某些部位使用了雷达锡箔涂层，但总体成本控制相对合理，其生产和维护难度低于 F22和 F35。然而，这种设计就使得苏57在面对高端雷达系统时隐形性能较弱，因此俄罗斯更注重战机的多功能性和高机动性来弥补隐形上面的不足啊。F22和 F35采用了隐藏式的进气道设计，使发动机前端的叶片不易被探测到。然而苏57的进气道和发动机叶片呢则部分暴露啊，这增加了其 RCS， 降低了隐形的效果。这一设计导致苏57在面对现代雷达系统时不如 F22和 F35隐形，但俄方认为在大多数对抗中已经足够隐形了。接着来看机动性与超音速巡航能力方面的对比啊，苏57的设计继承了苏联和俄罗斯战斗机高机动性的传统啊，矢量推力发动机赋予其超机动性能，使其在面对 F22和 F35时具备独特的优势。苏57配备的矢量推力发动机能够在空中进行极限机动 ，F22同样具有矢量推力，但仅限于垂直方向，而苏57的发动机喷口在多方向上具备矢量调节能力，因此在近距离格斗中更为灵活，这就使得苏57在执行如眼镜蛇机动等高难度动作时，会比 F22和 F35更为流畅，特别是在空中格斗中更具操作空间。不过在超音速巡航能力方面 ，F22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它可以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以超过音速的速度长时间的飞行，这对于快速进入或者脱离战场非常有利。虽然苏57也宣称其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但由于目前所用的 AL-41F1 发动机并非其原设计的最重发动机，实际性能尚未达到预期。在未来换装 Saturn 30发动机之后呢，苏57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其超音速巡航的能力。在推重比方面苏57更具有优势，这就使其在执行复杂机动时表现优异啦。相比之下 ，F35在机动性方面的表现较弱，主要定位于多用途战斗机，偏向对地打击和电子战，机动性逊色于 F22和苏57。然而 F35的设计更侧重网络化作战和信息优势，这就不得不提到各架战斗机的多任务能力了。苏57、F22和 F35在任务设计上各有侧重啊。简单来说，苏57在空对空与空对地打击中寻求平衡，而 F22偏向于空中优势 ，F35则更注重多功能任务。F22是专门为空中优势设计的，搭载了先进的传感器和雷达系统，具备极强的隐形性能和探测能力。苏57在机动性上虽然略胜一筹，但在空战中缺乏 F22那样强大的隐形性能和远程打击武器的兼容性。F35以多功能战机为定位，具备极强的对地打击和电子战能力，而苏57则更加注重空对空与空对地的平衡。苏57的武器挂载系统包括6个内置挂载点和6个外部的挂载点，使其能够在隐形和挂载量之间灵活调整。苏57配备了先进的 BioCar 相控阵雷达系统，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目标并实现超视距的打击。与 F35相比苏57的航电系统略显不足，特别是在电子战和传感器融合方面。然而，苏57还配备了侧面雷达阵列，使其在侧翼攻击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有效探测和锁定多个方向的目标。就生产和维护来说，F22的单价和维护成本高昂 ，F35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且规模化生产已经实现。相比之下呢，苏57在生产成本上略低于 F22，与 F35相近。维护上 ，F22和 F35的隐形材料和电子系统维护相当复杂，尤其是 F22的小时飞行成本几乎是传统战机的2倍。苏57在设计上考虑了较低的维护需求，意图在成本与性能之间达到平衡。虽然它的隐身性能不如 F22但其总体维护成本相对较低，更符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长期部署。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综合来看苏57在机动性和多功能任务能力上表现出色，尤其是在高机动的近距离空战中具备明显优势，但在隐形性能、航电系统及传感器融合上与 F22和 F35存在一定的差距，是一款典型的结合了俄式设计理念与实用性的综合型战机，展现了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高效作战的思路。这一口气吸的怎么样？仔细看完的话，相信你已经是苏57的懂王了。但读懂懂不如众懂懂赶紧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更多精彩内容随后就到。
今天让我们继续用知识冲刷大脑，一起学习海上钻井平台是如何工作的。各位可得站好扶稳啊，因为晃动是在所难免的。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不同的海上钻井平台的类型，大体上呢有以下这3种：固定平台、顺应塔平台和浮动平台。固定平台适用于深度在500米以内的水域，它通过巨大的钢铁或者是混凝土桩牢牢地固定在海底。这些桩基不仅提供了平台所需要的稳定性，还能够承受恶劣的海洋环境。跟摩天大楼的地基一样，作为固定平台的桩基，它的作用至关重要。顺应塔则应用在当水深在450米到1500米之间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想要从海面直接打一根超长的桩子下去已经不太现实了。这种平台比固定平台要高得多也必须能够在更深的水域当中稳定工作。通过使用柔性元件，例如柔性腿或者轴向管，它可以减少共振并减弱波浪的影响。于是在面对波浪和风力时，顺应塔依然能够保持稳定。但一旦到达了更深的水域，比如深度达到了3000米以上之后呢，顺应塔就不具备经济性了，我们就需要使用浮力钻井平台。浮力平台包括半潜式平台和钻井船。浮动平台依靠大型的浮筒提供浮力，能够在海上漂浮，并通过锚或者是动态定位系统保持在指定的位置。浮筒内部可以注水以调整平台的浮力，以确保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依然稳定。一些钻井平台还在浮筒的下方配备了螺旋桨，便于调整位置。一旦到位浮筒结构就会慢慢的注水，使其保持在海平面以下。工作甲板则漂浮在水面以上。由于其大部分质量都是在水面以下的，所以即使海面波涛汹涌，平台也会十分稳定。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海上钻井平台的核心部分——钻井过程石油位于海床下许多的岩层之下，所以想要把它提取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我们就需要使用一套所谓的提升系统。提升系统用于将钻柱下降到海床上，以确保钻头精确地到达预定位置。钻头被放置在一个大管子当中，它被称为套管。套管的顶端部分称为井口。当接触到海底时，钻头开始往下钻进。与此同时钻井液也称钻井泥浆会被泵入其中，它会起到3大功能：冷却和润滑钻头，推动挖出来的泥土和岩石离开套管，防止井壁塌陷。它还可以平衡地层压力，防止井喷。钻井液通过泥浆泵从平台泵入钻柱的内部，通过钻头喷嘴喷出，携带着岩屑沿钻柱与井壁之间的环形空间返回平台。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岩屑通过振动筛等设备被分离了出来。净化之后的钻井液会再次循环使用。当套管深入到足够深的地方时呢，它就会保持在原位了。钻头将继续向下钻进，接着钻头会被拉出孔洞，然后安装较小的套管。为了将套管固定起来，水泥会被泵入其中，随后是泥浆，它们之间呢是一个用于分离彼此的塞子，塞子会推动它下面的水泥，使其进入到套管与井壁之间的环形空间。在凝固之后，水泥会形成套管柱，将套管固定在井壁上。这一过程称之为固井，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井壁塌陷和井液渗漏。当孔越钻越深时，这个过程会不断的重复，套管会越变越小，直到抵达含有石油的岩层。如果从剖面图来看的话，这个海底钻井应该长得是很像拉出来的收音机的天线。当钻到接近石油层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就必须要被安装到井口顶部了，它叫做防喷器 BOP。这个设备的目的是防止高压油从平台喷出，造成意外。海底石油的压力可能会极高一旦喷出就被称之为井涌，而井涌可能导致一种潜在的灾难性事件，成为井喷。防喷器有2个环形密封件和多个管柱剪切装置。环形密封件设计成甜甜圈的形状，当它收紧时可以密封井口，以防止石油上涌。管柱剪切装置配有钢刀片，如果高压油进入到钻柱，这个装置会关闭，钢刀片可以切断钻柱，然后永久封闭井口，当然也就有效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当石油成功的从海床底下提取出来时，它将被泵入管道，并输送到陆地上的设施。在某些地方海底输油管道可谓是错综复杂，比如墨西哥湾。你看这张图有没有一点神经网络的感觉？当然啦，因为它们是连接着地球的神经了。除了核心的提升系统，海上钻井平台上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关键设施。这里是起重机，它用于在船只和钻井平台之间运输物资。生活区是工作人员的住宿、用餐和休息场所。直升机停机坪则用于快速的接送工作人员。紧急救生艇则是为了在危险情况下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
这里还有很多个液体储存罐，它们用于储存水或者是燃料，例如柴油，发电用的柴油。这里还有一个火炬塔，它通常用于燃烧易燃气体，因为提取的海底石油可能会含有可燃气体，这些气体必须从石油当中分离出来并燃烧掉，以避免任何可能的爆炸。好了，你学会了多少呢？下一期又想学点什么？赶紧留言来告诉我吧。做一个调查，喜欢 F14熊猫的请举一下手，是因为它的可变后掠翼喜欢上它的请再举一次手啊。如果你举了2次手的话就比较遗憾了，因为今天的空中呢实际上已经很少几乎见不到可变后掠翼的飞机在翱翔了。原因我讲过，可以翻回去看看。但其实可变后掠翼是有很多优势的啊，比方说在低速起降时提供更多的升力，在高速飞行时减少更多的阻力等等。只是由于之前的科技数点的有点不太对，就很难再继续延续下去。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就在刚刚，科学家实际上已经研发出了一种特殊的金属，而用这种特殊金属制造而成的机翼，在起降时可以自己伸展变长，在高速飞行时又能自己收缩变短，完全不需要借助任何机械结构的帮助。你们觉得妙不妙啊？更妙的是，这种金属出自咱们中国科学家之手，论文也已经发表在了9月的《自然》杂志之上。它是一种全新的镍钛合金，强度与钢相当，但弹性却是钢的20倍。于是这玩意儿铁骨柔情啊，未来能干很多大事。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它。我们还是聚焦在咱们最感兴趣的领域——可变形机翼上。这种新材料会对机翼带来哪些革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可变形机翼，它有哪些优势它又有哪些技术路线，它面临的困境又是什么呢？好，可变形机翼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在飞行过程中根据不同飞行状态进行形状调整的机翼。传统机翼虽然在设计时已经经过了精细的空气动力学考量，但其形状是固定不变的，无法应对飞行当中不断变化的气流的情况。而可变形机翼通过适应飞行时的风速、角度等条件，能够在各种飞行模式下表现出更高效的性能。首先可变形机翼能够减少飞行时的空气阻力，根据飞行速度的不同，机翼可以自动缩短或者是延伸，从而在高速巡航和低速飞行时都能够保持最佳的气动效率。这意味着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可以减少燃油的消耗，增加续航的能力。这对于民航客机和军用飞机来说都是巨大的优势其次，可变形机翼还可以提高飞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飞行器的操纵性能将极大的依赖于机翼的形变的能力。比如，当飞机遇到强气流时，机翼可以适时的调整形状，减轻颠簸带来的影响，甚至能够有效的避免一些飞行事故的发生。最后未来的可变形机翼可能会让飞机具备更灵活的操作性能，例如军事用途的无人机或者战斗机可以通过改变机翼形状来提高机动性，使得它们在空中更加的敏捷，从而在战场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目前变形机翼的研发路线呢，可以大致分为3类：可伸缩机翼、柔性机翼和主动控制的气动弹性机翼这些技术路线各有优缺点，也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咱们先来说可伸缩机翼它是通过机械手段将机翼的长度、角度或者其他部分进行物理改变，从而达到形变的目的。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波音公司在其概念设计中提出的伸缩翼尖，在飞机起飞和着陆时，机翼可以伸展以增加升力，而在高速飞行时，机翼则可以缩短以减少阻力。这样的设计优点是相对简单，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以直接应用于现有的飞机改造当中。缺点则是由于需要依赖机械结构进行伸缩，这种设计通常就增加了机翼的重量，并且伸缩的关节部位很容易成为结构疲劳的薄弱点接着我们来看看柔性机翼，它采用的思路是整个机翼材料本身具有弹性和可塑性，能够在飞行过程中根据不同的空气动力条件进行自适应的调整。波音和 NASA 联合研发的 Morphing Wing 变形机翼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种机翼利用复合材料的柔性特点，通过调整机翼内部的气压，使其表面发生形变。于是柔性机翼能够更平滑地调整机翼的形状，减少了机械结构对飞机整体重量的增加，且气动效率相对较高，这是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由于机翼材料本身要兼顾柔韧性和强度，材料的研发和制造成本较高，且在高压高速的飞行环境当中，柔性材料的疲劳寿命也很可能成为限制的因素。最后呢，就是主动控制的气动弹性机翼了。这种技术路线的思路是通过机翼上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实时监控飞行过程当中的空气动力的变化，并主动调节机翼的弹性形变，类似于智能机翼。例如欧洲的 Flex OP 项目就在致力于这种智能机翼的研发，它可以通过精密的控制系统进行实时的调节，提供更为精准的飞行控制和更优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但其系统复杂，
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都很高并且对传感器和控制系统的精度和响应速度要求极高。所以在变形记忆的研发当中，材料的选择就是关键因素之一了。传统的金属材料如铝合金和钛合金虽然坚固耐用，但在形变能力上表现欠佳，而一些高分子复合材料虽然柔性出色，但强度和耐久性不足，无法在恶劣的飞行条件下长时间的使用。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既具备高强度又具有高弹性和形变能力的材料。镍钛合金的出现就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方案。镍钛合金以其记忆效应而著称，即当这种合金材料发生形变后，只需要加热至一定的温度，它便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形状。这种特性使得镍钛合金在航空领域表现出极大的潜力，因为它不仅具备高强度，还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变形后自动恢复。这对于设计可变形记忆是具有极大的优势的呀。最近的研究更是通过一种全新的工艺，将镍钛合金变成了既是金属也是玻璃的全新材料。研究人员通过3步法处理镍钛合金，首先是让材料升长 50%， 然后再把它加热到300摄氏度，再继续拉伸，最终制成的材料具有与钢相当的强度，但其弹性却是钢的20倍。这种材料能够耐受极端的压力和温度变化，同时具备优异的延展性。镍钛合金的高强度和高弹性、自适应形变与延展性优异等突破点，无疑就为未来的记忆设计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传统记忆设计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如何在高强度和高弹性之间找到平衡，而这种新型合金材料的出现，似乎正好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未来变形记忆的设计将更加大胆和创新，比如记忆可以通过其内部的加热装置，在需要时恢复到其最优的形态，甚至在飞行途中根据环境变化进行多次形变调整，这将极大的提高飞机的气动性能，并降低飞行能耗。在军事领域，变形记忆还可以赋予战斗机更多的作战灵活性通过实时调整机翼的形状，战斗机能够在空战中占据更有利的姿态，同时也具备更强的隐身能力。而在民用航空领域这种技术的应用则可以大幅提高飞机的燃油效率和安全性能，进一步降低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怎么样，是不是感觉科幻马上就要走进现实了？所以这么看起来，南天门计划真的就只是科幻吗？最近大片不少又是一枚可回收火箭的发射试验，而且这次还给各位观众老爷们带来了穿越机视角，效果拉满不说，临场感也超强啥也不说了咱先欣赏看看。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星宇1号火箭是深蓝航天第一型可入轨回收复用的商用液体火箭，也是突破和验证火箭垂直回收和重复使用技术的重要载体。星宇1号火箭的舰体直径 3.35 米，一子机高度约21米，配备的是深蓝航天全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型90%以上主体结构均采用高温合金 3D 打印技术一体成型的可复用液体火箭发动机雷霆2液氧煤油发动机。这次飞行任务是在内蒙古深蓝航天额济纳旗航天港进行的。火箭点火顺利，起飞正常，关机正常，最大动压段姿态正常，下降正常，减速正常，就是在着陆关机段出现了异常，结果放了个烟花。11项主要验证任务成功完成了10项，作为中国第一次可入轨运载火箭高空回收试验，可以说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纵然不够圆满，但是也收集到了重要的实验数据，为下一次的出发积累了经验。那下一次何时出发呢？就在11月，你敢信吗？所以我才说嘛，中国的民营航天公司一旦卷起来，追上 SpaceX 的步伐压根就不是个事儿嘛。深蓝航天，各位可以关注起来，一起期待期待。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这些有钱人，玩命跟玩水似的。你有病！北极星黎明任务已经圆满结束，那个刚刚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私人太空行走的亿万富翁加里德·艾萨克曼也已经跟着他的4名船员安全地回到了地面。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这次穿的舱外服可是第一次真正上太空第一次就敢上去亲测。哎呀，我是既佩服艾萨克曼也佩服马斯克因为这衣服是 SpaceX 的，飞船也是 SpaceX 的，出了问题就全是 SpaceX 的了。你要知道不管在地面上怎么变着法子来测试，那终究也不是真的。谁能够跟你保证天上的情况跟地下是一模一样呢？所以艾萨克曼这次穿着全新的舱外服去太空行走真的就有点像是降落伞工厂的老板背着自家刚刚生产出来的降落伞去亲自跳伞一样，大写的佩服。还好这套太空服漂亮的通过了测试。与传统的太空服相比呢，它除了
漂亮，也在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有以下几点，我们来盘一盘。SpaceX 设计的这款新太空服采用了先进的材料和设计，增强了灵活性。与以往的太空服相比，它的关节设计更为复杂，使得宇航员在进行活动时呢更加的自然，尤其是在执行太空行走时，宇航员的活动范围和舒适度都会显著提高。关于其活动性，最好的展示是在艾萨克曼手动打开舱门的时候，他们本来是可以自动打开舱门的，但最后他们临时决定让艾萨克曼手动来操作。艾萨克曼的手臂绕着一个圈圈来转动，借助位于上臂的额外关节，其手臂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也是相当丝滑，似乎并没有受到充气太空服的影响。另外，新太空服使用了更为先进的气密技术。传统的太空服通常需要通过复杂的系统来维护其内部的气压，而新款太空服则在设计上进行了优化，使得气密性更好，管理气压的功能也就更为高效了。同时，它也更加模块化了，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要进行调整。例如，衣服的上下部分可以通过螺旋拉链轻松的分开，方便宇航员穿戴和调试。新款的太空服还配备了更为先进的头盔，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清晰的世界。这对于进行空间站外的操作和观察地球景观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突破不仅让宇航员的工作变得更为高效和更加的安全，更是为未来的太空探索铺平了道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太空服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我们离太空生活又近了一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的飞机飞行也是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突破，才从最初的单人飞行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坐飞机去周游世界。同样的道理，今天的太空行走、太空服技术的进步，或许就是明天太空旅行普及的起点。所以这样的私人太空行走和商业太空飞行越多，我们离未来的距离就越近了。客机的舱门有锁吗？想想看，应该有吧，不然万一哪个人想不通，在飞行途中拉开舱门，不就让一整架飞机的人陪他一起去了吗？但其实客机舱门是没锁的，它没有钥匙，没有密码，没有传感器来保护，任何人都可以轻松的将其打开。不过你也不用慌因为它在空中根本是打不开的。为什么？听我解释。民航客机的飞行高度一般在1万米左右，大多数人会这么解释给你听因为这里是平流层比发生大多数天气现象的对流层要更高一些，因此可以遇到更少的湍流和风暴，让飞机更加平稳的飞行。但是更为真实的原因其实跟钱有关，因为这里的空气密度会更低。海平面以上1万米，这里的大气密度已经降到了原来的1/3，因此在这里飞行飞机所面临的空气分子也仅为海平面的1/3。这就意味着使用同样的推力，飞机的飞行速度呢可以提高大约73%。航空公司不仅可以更快的将你送到目的地，单位时间内飞行更多的航班，还因为单趟飞行的时间缩短了，减少了燃料的消耗与支出。另外对于现代飞机引擎来说，飞得更高反而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率，因为它靠的是吸入外部空气，加压后与燃料混合，点燃后以极快的速度从尾部喷出，推动涡轮机旋转，再带动前面的大风扇来为飞机提供推力的。巧的是，空气越冷，这个过程就越有效。在1万米高空，空气的温度大约为零下50摄氏度，于是就为引擎的高效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还没完在这样的高度上呢，飞机说不定还能搭上一趟顺风车呢。高空激流，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如果恰好顺风操作得当，让它推着飞机走，又能够省下一笔不少的燃料费了好，但这些都跟客机的舱门有什么关系呢？间接关系，因为在飞这么高之后，飞机的机舱内就必须要加压了。在这个高度之上，大气压力大约只有海平面的1/4，而在这种气压之下是没有足够多的氧气分子能够挤入咱们的肺部的血液里面的，你会缺氧，进而失去意识，过程仅需3分钟不到。所以所有现代客机的机舱内都必须要加压。飞机引擎除了要提供推动飞机的推力以外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用它的压缩机来持续的为机舱输送空气了。于是这就造就了现代客机舱门的独特造型和独特的打开方式，它们的内部比外部更宽，在内部高压的影响下就被紧紧的推进框架，形成了气密密封，而一旦封住，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将其拉开的，除非你能够徒手举起9000公斤的重量。所以你说它还有必要加锁吗？但有朋友可能就要提出质疑了，我们上飞机的时候看到的飞机舱门不都是往外打开的吗？首先我要恭喜你眼睛的确是够尖，很多现代客机的舱门的确是向外打开的，但是那只是巧妙设计的结果，它们实际上呢还是里面更宽。
拿波音737的主客舱门举例，它不仅比门框更宽，甚至也要更高，所以在高空中是被内部气压给顶着锁死的。当降落后拉动控制杆打开舱门时，顶部和底部的门呢会首先向里面折叠，从而将舱门的高度降到足以推出去的程度。但此时门的两侧依然太宽，因此它的打开方式就变成了先往内旋转，让出宽度后再移出去。而这样的运动方式在强大的压差面前也是根本做不到的。